听说大家想看我打林丹杯，周末参加了河南省公开赛，决赛遇到了林丹杯最高名次第9的强1级。杨拍视频已经很久没训练了，对方的速度与体能都在杨之上。在体能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，来看杨用了什么战术拿下比赛吧。Let's go！ 羽毛球球路或战术目的都围绕削弱对方、增强自身而展开，通过控制球速、弧度、节奏与落点调动对手。然而，调动并不是简单的哪里空了打哪里，而是通过快速分析对手优劣势与球路，再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战术，从而扬长避短，掌控比赛节奏，才能起到真正调动作用，并发现对方破绽。所以，开局阶段的信息收集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开局杨发大球对面快劈斜线后连贯抢推得分。这球收集到的信息是对方抢网意识足，步伐连贯快，球有点飘，自己挡网挡高了。杨接发快推正手底线，对方回球平被拦截。对方停顿挡网后又一次抢推后场，说明对方往前注意力多，喜欢快推来压缩对手的发力空间。杨被定后场，选择拉斜线摆脱，这需要回防更远距离。对方也不重杀，一直保持着快速连贯，将球打到场地4点上，能够看出对方基本功扎实，体能储备足。过度的远网球杨也不好搓高质量，近网反而被跳起，杨一直处于被调动状态。对方压斜线平高后，杨拦截将球高高弹起，对方有一个收掉杨就跟不上了。杨接发弧度平被拦截，杨开始尝试控正手底线，对方连贯速度快，杨无法直接拿到主动权。杨抢错对手起球后，又尝试压斜线平高，都无法快速找到突破点。最后杨弹挑斜线，对方拦截失误。虽然得分，但对方并不被动，对方接发假动作，快推杨反手，杨被动起高，被打突击。通过开局，我们收集到对方通过快速移动打4方球来调动开对手，再通过快速抢网来创造进攻机会。我们应该怎样破解呢？连贯速度快，可以打重复落点，破坏其启动节奏。从这分开始，杨开始尝试直线跟随的球路。直线跟随，顾名思义是在自己不主动情况下回直线限制对方加速，效果好的非常明显。对方连贯调动的威胁瞬间变小，对方杀斜线，我们继续防直线。对方的2次启动明显增加，反观杨这边却稳定了下来，这就说明球路选择很成功。当然不是一味只打直线，而是观察对方启动意图，阻止他连贯抓球。这里大家如果遇事不决，压正手就行。虽然这球打了将近1分钟，但杨所付出的体能比对方小很多，直线球路更像打重复落点，能够形成打回头，破坏对方启动节奏，减缓其连贯速度。更多压后场是因为对手注意力大多在往前，直线球路可帮我们减小回位难度，这让杨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下一拍，对方的回球线路也会受限。打直线找不到破绽，打斜线又需要付出更多体能，主动加速，同时会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，最终失误。随着杨球路变化，局势瞬间逆转。此时杨还在继续提速打斜线球路，对方实力很强，并不容易靠加速得分。在连续好几拍铺垫下，才攻下一分。但一直这么打，现在杨体能肯定撑不住，于是杨又开始先直线跟随，再找机会突击斜线。由于杨打重复落点，对方一番加速很难突破成功。此时才是性价比最高的进攻机会。上半场到此结束。拉掉没问题，过去压缩，你可以打长的去压缩和冲到5米，拉掉没问题，可以打硬一点，打长一点，打连贯。打连贯没错的，但打长一些就出问题了。杨身更高，很容易被拦截。第一球是杨主动失误，并不是对方球路成功。
打连贯是为了发挥自己速度和体能优势，因为杨回球基本是直线，打长硬球反而让杨的防守压力减少，然后就出现了一边杀上网一边没咋动的情况。到此为止，猎物与猎人的身份彻底互换。想打好直线跟随，首先防守要稳定。自己一个人没法练接杀，杨就经常用爱迪宝 A260偷摸加练，手机蓝牙控制，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接杀训练。再次说明一下，对方实力真的很强，只是临时球路处理出了小问题。虽然杨直线跟随限制了对方连贯，但只要杨稍微心急想加速，就又会进入相持模式。杨这两个斜线角度已经打得很大了，都攻不下来。最后，对方抓住机会打出滚网。这会员体能真要撑不住，后面又开始老老实实打直线。直线跟随战术其实就是防反战术。当你用直线球稳定住局面，稳稳回位准备后，你便从猎物转变为一个准备充分的猎人，寻找对方回球质量不高的机会进行突击。直线跟随不是漫无目的无脑回直线，而是有目的加高质量的回直线。对方的心理会产生变化，觉得自己的调动对你无效，你能用最省力的方式化解，或使他改变策略，从而进入你的节奏。如果对方也开始回直线，比赛就进入了一个更可控的直线相持节奏，对我方有利。因为咱个子高，高个子球友更适合在你占据主动时突然改变回斜线，此时的变化会更具威胁。总结：面对连贯快速并且喜欢打四方球调动的对手时，回直线，尤其是后场，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高效防反球路。对于我方而言，最短移动距离回位准备，防守压力最小，从而获得最高稳定性。对于对手来说，限制了其最舒服的连贯推延与连续调动，迫使其付出更高体能打难度更高的球，哪怕对方最后选择和我们一样的直线相持，好处也是我们更多。这比打互相四方球加速调动突击省力，正好弥补了人好久没训练的短板。耐心与稳定是关键，要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出现机会后也不要心急，打防反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做好每个球的细节，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好的。最终对手露出破绽，让杨抓住了抢搓后重杀的机会，顺利拿下了比赛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